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。本期解读智能体记忆机制的一项范式突破，由 UCSD 和 CMU 联合开发的 DMEM 正式亮相。它模拟多巴胺门控，利用奖励预测误差进行信息路由。该技术减少了 80% 的 token 消耗，并消除了 ON 的平方级计算延迟。在提升多跳推理能力的同时，有效突破了长期记忆的性能瓶颈。这一演进标志着大模型从无状态工具向终身智能伴侣的核心跨越。最初模型仅作为无状态任务求解器，处理孤立且断续的查询。随后的静态检索增强 RAG 虽引入了外部知识库，但仍属于静态范畴。现在的目标是实现动态终身智能体，利用复杂的互联网络实现持续进化。现有架构普遍存在同步且无差别全量进化的局限，即使输入一句随便的闲聊，系统也会强行运转笔记、构建、链接、生成和记忆进化等模块。这种机制导致任何微小输入都会强制触发全局知识图谱的重构，这使得智能体在处理信息时面临严重的资源浪费和性能瓶颈。全量重构模式最终引发了 ON 平方级的计算灾难。数据图表显示，计算量与 token 消耗随对话历史长度呈指数级上升。这不仅导致 API 成本无节制膨胀，还带来了极高的写入延迟。过载的信息流会严重污染上下文窗口，设定了现有架构难以逾越的性能边界。记录一切的做法在现实中行不通，因为真实对话充满了海量无用信息。统计显示，核心事实与偏好仅占对话内容的 5%， 其余 95% 则由无意义语气词、短暂状态更新和闲聊组成。如果强行将全部对话注入深度记忆，会瞬间导致记忆库过载，降低系统对关键信息的检索效率。为打破这一僵局，研究者从哺乳动物大脑中寻求破局点。人类大脑并非记录所有感知，而是由深处的 VTA 区域严格控制记忆的巩固。这种生物学上的门控机制意味着系统应学会选择性遗忘。模仿这种过滤方式可以有效避免无效信息对认知的长期干扰。该技术的核心机制是模拟多巴胺释放，通过计算奖励预测误差 RPE 来量化输入价值。当 RPE 接近于0的常规输入进入时，系统会直接将其忽略以节省资源。一旦捕捉到具有高惊奇度或高价值的信息，便会产生剧烈波峰，触发长期突触可塑性并执行记忆更新。在具体架构中， DMEM 通过中央决策枢纽 Critic Rotor 实现了记忆路由的重塑。用户话语输入后，会根据多巴胺门控值进入不同的处理路径。快通道将信息导向轻量级短期缓存，而慢通道则负责深度认知重构和长期记忆更新。这一设计将短期交互与深度重构彻底解耦。DMEM 通过 Agentic RPE 公式量化每一条信息的记忆价值。该指标由语义惊奇度与长期效用相乘得出。惊奇度衡量信息是否打破常规，效用则评估其对未来的参考价值。通过引入效用阈值判定，系统能够强制拦截零效用噪音，这为智能体在海量对话中锚定核心事实提供了量化标准。在语义惊奇度维度 ，DMEM 引入了动态 Z-score 标准化。该机制以大量聚集的历史信息为基准，设定动态阈值边界。一旦新输入出现在雷达图的边界之外，即被判定为值得关注的新信息。这种方法有效消除了向量空间各项异性的干扰，实现了对惊喜信息的精准捕捉。在长期效用维度，系统构建了3层分类金字塔，顶层保留核心偏好等持久态信息，中层处理日常活动等短期态任务，而底层包含语气词等瞬时态噪音。通过轻量级分类网络，系统会强制拦截效用为0的底层信息。这种分级管理确保了智能体能精准过滤杂质，仅保留高价值的长周期上下文。3层分级路由矩阵构成了 DMEM 的决策枢纽。RPE 低于 0.3 时直接跳过，实现0毫秒延迟。在 0.3 到 0.7 之间，信息仅存入短期记忆缓冲，复杂度保持在 O1。只有当 RPE 达到 0.7 以上，才会稀疏触发 ON 复杂度的全局长期记忆进化。这种分级决策有效平衡了处理深度与计算开销。在实际处理中，极速通道确保了0延迟。
绝大多数日常对话通过该路径被无缝拦截或轻量缓存，绕过了复杂的深度计算核心。这种设计不仅彻底消除了 ON 的平方成本，更通过减少冗余信息的流入，杜绝了上下文窗口被无用内容填满的风险，实现了对智能体认知资源的极效分配。深度认知重构仅在关键时刻触发，当系统监测到多巴胺释放信号，即遭遇范式转移或事实冲突时，才会启动 ON 复杂度的更新。这种处理方式如同大脑的顿悟时刻，它通过低频触发来主动重塑全局认知网络，确保智能体核心知识图谱的精确性与逻辑一致性。系统还引入了零成本检索增强作为边缘防御，它利用倒数制融合技术，将稠密语义检索与 BM25 稀疏词频索引完美结合。这种双螺旋式的融合架构，能够在不增加额外模型开销的情况下，精准锚定对话中的罕见实体，有效提升了记忆检索的鲁棒性。另一项边缘防御是影子缓冲区，该机制专门用于隔离对抗性提问，例如询问对话细节的废话。通过半透明过滤网格，系统将这些无用对话拦截到下方的安全网中，这确保了位于上方的主记忆图谱能保持独立，在防御干扰的同时维持绝对纯净。在 Locomotive 终极压力测试中，系统展现了极强的鲁棒性。实验模拟了最真实的碎片化沟通，将核心事实淹没在 75% 的纯噪音波浪中。即使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下， DMEM 依然能精准识别关键节点并提供证据，这证明了其在处理海量无关对话时识别核心事实的能力。在效能对比方面， DMEM 成功突破了计算成本的极限。条形图清晰显示，其 token 消耗从同步基线的 1648K 骤降至 319K， 降幅达到 80%。这种对无意义计算的坚决拒绝，使得昂贵的认知资源能被保留给真正有价值的信息，极大提升了大规模长周期任务的可行性。减少计算量反而让智能体变得更聪明。对比测试显示， DMEM 的多跳推理准确率从基线的 27.0% 提升至 42.7%， 跃升了 15.7%。这一显著进步归功于其纯净且高度结构化的图谱。相比于充满噪音的庞杂网络，简洁的蓝色几何框架更利于模型进行复杂的逻辑推演。在各项指标的对决中， DMEM 实现了对同步框架的全面超越。详细数据表明， DMEM 的综合 F1 得分提升至 0.369， 且在单跳、多跳和对抗测试中均表现更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性能提升是在 token 消耗从 1648K 降至 319K 的背景下完成的，这标志着模型在资源效率与任务能力上达成了双重突破。记忆流行图揭示了 DMEM 在极端噪音下的结构稳定性。从视觉化表现看，短期噪音被严格隔离在外部散射区域，而长期记忆簇则保持在中心，呈现出高度紧凑且纯净的螺旋态。这种心智拓扑结构确保了智能体在面对海量干扰时，依然能维持核心认知的清晰度与一致性。DMEM 构建了高效、纯净且可扩展的终身智能体记忆基石。该项工作利用极低成本的门控机制，并结合生物启发的分级路由，实现了对对话噪音的完美抵御。它不仅在性能指标上全面占优，更通过量化记忆价值赋予了大模型持久进化的生命力。关注此类多巴胺驱动的存储范式，将是迈向真正终身智能体的关键一步。